在我手上呢，就是 Motorola 最新推出的旗舰折叠手机 Razr 60 Ultra。那同时推出的还有中阶定位的兄弟机 Razr 60。不过我们今天主要还是会以旗舰 Razr 60 Ultra 实测为主。嗨，欢迎回来，我是驴子。那 Razr 60 Ultra 最大的特色就是它虽然是一只折叠手机，但 Motorola 在堆料这件事情上面完全不手软啊。一次采用了目前最顶的高通 Snapdragon 8 Elite 台积电3奈米旗舰处理器，更是直接搭配上了 16GB 的 RAM， 并且在萤幕用料上，以小折来说也是堆料王。Moto 直接用上了一块达到 1.5K 解析度，甚至用165Hz 超高萤幕更新率的 LTPO OLED 折叠萤幕，官方数据更是来到4500尼特的峰值亮度。所以 Razr 60 Ultra 的确可以说是在规格上非常亮眼，没有因为折叠而让规格产生明显落差。不过在邦尼的频道，重点还是实测表现究竟如何，所以今天就来实测目前在台湾你能买到规格最顶的旗舰折叠手机 Motorola Razr 60 Ultra， 一次从外观、续航、效能实测重点聊聊。那这期节目一样是邦尼超完整短评测系列，我们会完全 focus 在手机的实测上面。那因为节目时长的关系，如果任何没提到的，就请大家底下留言讨论啦。准备好，那我们就开始喽。首先，我们先从外观看起，但我只讲重点，不浪费大家时间。Razr 60 Ultra 的外观主要有3个重点。第一 ，Razr 60 Ultra 一样继承了超大的满版外萤幕设计，不过真正的重点是，这块萤幕不只是满版 ，Motorola 在规格上也是给好给满。Razr 60 Ultra 这次在外萤幕上采用了一块4寸、解析度达到1272乘以1080的柔性 POLED 萤幕，换算像素密度已经来到417 ppi。所以这颗外萤幕肉眼看上去相当细腻。不仅如此，这块萤幕甚至也跟主萤幕一样，拥有160Hz 超高萤幕更新率，支援 LTPO， 甚至可以达到3000尼特的峰值亮度。并且它的动画很好玩，你可以双击点亮萤幕，然后你看画面上的光点就会从你手指头的位置开始点亮，然后你也可以点2下关闭萤幕，那最后画面也会缩小到你手指头碰萤幕的位置，这大概就已经可以玩一整个下午了，超级疗愈。而在耐用性上 ，Moto 也用上了康宁 Ceramic 陶瓷玻璃覆盖在外萤幕，兼顾抗摔和抗刮表现。第二个重点，今年 Razr 60 Ultra 在防尘防水等级上，从上一代的只有 IPX8 只有防水，提升到 IP48 防尘防水等级，使用上也会更加无忧。最后 ，Razr 60 Ultra 这次每个颜色的外观都采用不同的材质打造，像是我手上的棕色款就超级特别，采用的是货真价实的木材制作。所以你无法控制它上面的纹路怎么长。如果你选这个颜色的话，每一只 Razr 60 Ultra 的背板都是独一无二的，非常特别。另外，我也很喜欢圣甲虫绿，采用的是有层次的绿色麂皮，推荐大家到现场摸摸看。而在盒装部分 ，Razr 60 Ultra 目前首批采用的都是精装版的盒装，除了手机本体以及内萤幕贴好的保护贴之外，在盒装内居然随附了一款质感很好的对应色系保护壳。像棕色版随附的就是棕色素皮壳，质感不错。而且很有巧思的是，以前折叠比较难装手机挂绳环 ，Motorola 跟你说不用，我整套都附给你，你可以直接把盒装内的这个扣环直接装上保护壳的沟槽，这样就可以了，非常贴心的小设计。对了 ，Razr 60 Ultra 的盒装在出厂的时候应该是有喷过香水的，整个开箱体验都非常香啊。而在机身配置上，主要按键集中在右侧。电源按键通用整合了指纹辨识的功能，只要轻摸一下就能解锁。内外萤幕也都支援脸部辨识，速度不错。那音量按钮也会自动调整对应的方向，例如在内萤幕上面这颗就是音量调大，而盖起来的时候，下面这颗变成在上面嘛，所以系统也会对应调整，使用上很直觉。左侧则是有一颗新加入的 AI 按键，长按可以快速启动 Moto AI。如果怕误触不喜欢的话，这个按键也可以关闭不实用。最后 ，SIM 卡槽在机身底部可以装入一张实体 SIM 卡，然后你还可以设定一张虚拟 eSIM 做到双卡使用。接着，我们就先来看到折叠最重要的核心，也就是内外这2块萤幕。Razr 60 Ultra 的外萤幕前面已经介绍过了。采用一块最高165Hz 的 POLED 外萤幕，甚至支援1到120Hz 的 LTPO 动态更新率调节，做到省电。
那来到邦尼频道，肯定不能只看规格，我们也实际测量亮度表现。首先，在强光全白亮度下 ，Razer 60 Ultra 的外幕最高可以达到接近1600尼特，在 HDR 10%面积下也能达到2255尼特。那这块幕不只是大，玩法也是该有的都有，包括你可以把 App 加到外幕选单，你就可以做到在外幕看 YouTube、录音，甚至如果要的话，你要在上面玩崩铁也没问题。不过除了这些，我觉得这块超大外幕最好用的，还是如果收到通知的时候，你就可以在外幕快速回复讯息，或是直接晃动手腕2下，你看相机马上就打开了，然后摆好 pose 对手机比5自拍，或是你把手机转一下，按下荧幕，你就可以直接用外幕进行自拍或是录影，并且因为用的是主镜头和超广角镜头拍摄嘛，所以画质肯定是比内幕的自拍镜头来得更好。此外，你也可以把 Razer 60 Ultra 直接立在桌上当脚架，然后对手机比5，你看它会自动倒数拍照。又或是拍宠物、拍小孩很实用的，你可以在拍照的时候按下左上角这个笑脸按钮，打开之后，你看外幕只要侦测到人，它就会出现表情符号，让小朋友自然看向镜头。那如果是大人的话，你可以再按一下，外幕就会变成显示真实画面，让被拍的人可以看画面调角度。此外 ，Razer 60 Ultra 还有录影机模式，只要在录影模式下把手机折成90度，你就可以这样握着录影。其他跟先前相同的功能，这边我就不再展开细聊了。接着我们翻开来 ，Razer 60 Ultra 搭载的是一块来到7寸的折叠萤幕，并且升级到 1.5K 的解析度，支援最高 165Hz 更新率，并且支援1到120Hz 的 LTPO 动态更新率调节。那根据我们的实测，无论是内外萤幕，日常使用都会以最高120Hz、最低1Hz 为主。那在游戏之内，就是可以手动解放到165Hz。而在亮度表现上，我们也来实测一下 Razer 60 Ultra 的折叠萤幕在强光全白画面下，最高可以达到1632尼特，10%面积下则可以达到3200尼特，亮度很够，没问题。我们这边也拿出这套超过1万美金的软硬体设备来测一下色域色准。而在色域色准上 ，Moto 提供了3档色彩模式，我这边全部的显示模式都测了，直接讲重点。请大家多多订阅邦尼，按下订阅按钮支持了。订阅完全免费，但这对我们来说真的很重要。当然，节目制作不易，也欢迎透过加入频道会员或是 YouTube 的超级感谢按钮赞助我们，完成更多有参考价值的实测节目。你订阅按钮按了吗？按了吧。我们就来讲色准。在意准确性的朋友，目前相对准确的还是自然模式。经过我们实测，在 sRGB 之下 ，Razer 60 Ultra 可以达到 99.9% 的 sRGB 色域覆盖。这时候的 CCT Delta E 虽然在6500K， 但白点略有偏移 ，CCT Delta E 落在 2.32。不过在 sRGB 的平均色彩 Delta E 上，则是拿下 1.28 的好表现。这个数字小于2，就是色准够准，表现给过的意思。但因为系统限制，目前无法进一步实测 P3。最后，另外2块荧幕也都支援 AOD 留言显示的功能。而在外放上 ，Razer 60 Ultra 拥有双喇叭配置，并且支援 Dolby Atmos 杜比全景声。影片的最后也提供一段外放让大家参考。接着来看效能，我们手上的 Razer 60 Ultra 搭载的是高通目前很强的 Snapdragon 8 Elite 旗舰行动平台，采用台积电3奈米制程，搭配 LPDDR6X 16GB 的 RAM 以及512GB 储存空间。不过官方并没有在散热上特别琢磨，所以我们就以稍后的游戏实测为主。接下来我们就直接进入到效能实测环节。我们首先来看 Geekbench 6。Razer 60 Ultra 虽然用的是完整的8 Elite， 不过国际版在效能释放上相对保守，单核拿下2202分，多核则是8060分，大约是8 Elite 完整释放的80%表现。而在 GPU 上 ，Razer 60 Ultra 拿下6345分，这就比较接近8 Elite 该有的效能表现了。对比前几代的提升也明显可见。不过相较起跑分，我相信大家更关心的是游戏实测环节。邦尼团队为了降低环境温度对测试结果的影响，我们的所有测试都尽可能将室内温度控制在26度左右。游戏部分，我们就直接实测负载更重的崩铁。Razer 60 Ultra 在最高画质连续游玩半小时后，平均帧数落在44.5帧。那对比今年的8 Elite 常态可以来到平均55到60的表现来说，折叠天生的机身设计多少还是有所影响。但老实说 ，Moto 这个调教也是尽力的，
它并不是大幅度的上下浮动，他们有尝试想稳在35到40左右，反正就折叠的正常表现吧。画质稍微降一档会流畅更多，温控表现也还行，正反都是有40度上下，所以在游玩时并不会感到烫手。另外，我们也顺手测了一下 Razer 6手 Ultra， 同样可以稳定通过 4K 60连续1小时的录影测试。接下来我们来测折叠，我最关心的续航力。Razer 6手 Ultra 算是小折当中的电力优等生，并且电池也从上一代的4000毫安时大幅进化成一块不小的4700毫安时电池，甚至还进一步支援了68瓦的有线快充、30瓦的无线快充以及5瓦的无线反向充电。好，所以一上来我们就来跑基准测试。首先是在 1.5K 全程120赫兹上下 ，Razer 6手 Ultra 拿下了13小时45分。所以 Moto 这个更加保守的效能释放，的确换来了更好的续航表现。日常使用1天1充没问题，以折叠来说，电力表现很优。而在充电部分，邦尼也实测了68瓦的充电速度供大家参考。Razer 6手 Ultra 半小时可以充满62%，整体不用1小时53分钟就可以完全充满。通讯部分，台版支援 5G。实测可以成功连上6 GHz 频段 WiFi 7，并且支援 Google Wallet 感应支付。而在 AI 相关功能上，包括前面提到的 Moto AI， 可以自由跟它对话。那也有 AI 画师功能，可以生成各种图片或贴图。Android 阵营本来就有的 Gemini、Circle to Search 一样也可以使用。在 Google 相簿里面也支援魔术橡皮擦等等 AI 应用。比如说我最推的功能就是 Circle to Search， 真的好用。用法也很简单，只要按下底部的小白条，接着就可以直接圈，透过 AI 辨识搜寻。比如说你在滑 IG 看到了一个酷东西，但你不知道它是什么，没问题，圈起来，答案就出来。又或是你看到不会的单字，没问题，圈起来，马上翻译。如果整页都看不懂，没问题，按这里直接整页翻译。反正还是那句话，不知道的事情按住直接圈。对了 ，Moto 也有快速截图手势，只要3指长按就可以截图。而在相机部分 ，Razer 6手 Ultra 这代的相机有改，从先前的主镜加2倍长焦，这代换上了感光元件更大的1.56分之1寸5000万画素主镜头，并且支援 OIS 光学防手震，也支援了2倍无损变焦。所以 Moto 也顺势把原本的2倍镜头换成了更加实用的5000万超广角，并且这颗超广角也支援了微距拍照模式，自拍镜头也是5000万。好，重点讲完，接下来我们也提供几组样张让大家参考。录影部分 ，Razer 6手 Ultra 也是旗舰配置，受益于5000万主镜头，这次不只支援最高 4K 60 FPS， 也支援 8K 30 FPS 的录影，另外也可以拍摄 4K 60的 Dolby Vision HDR 格式。
好，本期节目就先到这里。虽然是短评测，但这集我们也在有限的时间内尽可能带来最多实测，希望大家还看得开心。如果还有任何问题，或是帮你团队没测到的，欢迎底下留言一起讨论。最后节目制作不易，还请大家多多支持了。也欢迎透过加入频道会员，或是 YouTube 的超级感谢按钮，赞助我们完成更多有参考价值的实测节目。我是驴子，那我们就下次再见啦。如果喜欢本期的节目，不要忘记订阅邦尼，并且打开小铃铛，及时收到我们最新的评测通知。当然，你也可以在 Facebook 邦尼 AI 小助理、Instagram 以及 Line@ 找到我们。如果还有其他问题，别忘了底下留言。那我们就下期影片再见喽。